这么大的路，真想发了！我操，这不是大兴安岭吗？哪儿他妈来的北极熊？快跑啊！二狗子，你他娘的意大利车呢？家人们谁懂啊？穿越过来就被发配到大山里守一个没人来的猎场，可这猎场好像不对劲儿了。我的工作名额为什么签了你的名字？为什么？就凭我有爹，你没有？出去，闲杂人等，别在这儿闹事儿！穿越到这个年代，好不容易混进林场，干了3个月苦力拿到的正式编制，居然被抢走了！不仅1分钱没拿到，还被发配到最远的哨卡守猎场。你就是新派去三道沟守猎场的？你是谁？我是三道沟哨卡的上一任守山人，来接你的。到了。这地方，刘禹锡看完连夜把陋室铭删了。进来吧。在这地图上滴上血，你就是下一任守山人了。为什么还得滴血？这山我不守了，你爱找谁吧。你这老头怎么强买强卖啊？山归你了，好好守着。你把话说清楚，到底什么意思啊？真是奇了怪了，这老头究竟什么来路？什么情况？信息已确认，猎场已激活，兽神系统绑定中，绑定成功。宿主可通过获取猎场内人员情绪，获得经验值升级系统，获得奖励。此外，宿主可感知并引导猎场内野兽行为，并通过系统观察林中状况。我靠，老子的金手指到账了！我要做大做强，再创辉煌。我还要让李二把欠我的连本带利还回来。正在进行猎场初始化，检测到情绪值不足，当前仅解锁初级猎场，收集情绪值可解锁更多功能。正在进行猎场初始化。我操！猎场初始化完成。当前猎场生物：发光狍子乘22，巨型野猪乘6，巨型松鼠乘24，大型猛兽23。要发财了！这下就不怕饿死了。注意，宿主身为护林员，不可以亲自狩猎，仅可通过获取其他狩猎者积分进行升级。这荒郊野岭的，我去哪里找人啊？来了，第一桶金这不就来了？大叔，打猎吗？1趟5金粮票，打不着不收票。哼，想粮票想疯了吧你？这破山里面早就被猎光了，里头连根兔毛都没有，白让我打我都不打了。你瞅啥？俺今天根本就没去打猎，可不是没打着。那大叔，我跟你讲，这山里头啊，最近跟以前不太一样了。咋不一样？还能凭空变出野猪来？你自己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？这样，咱俩打个赌，你进山去，打着了东西归你，只付我5金粮票。要是一只活物没见着，我不收你的，再倒贴你20金粮票当赔礼，怎么样？进去转一圈，要是真没东西，白赚20金粮票；要是真有大家伙，那可是大赚。此话当真？白纸黑字，现在你就可以进山了。友情提示：枪碎了被兽拍了，概不负责哈。傻缺，这年头还有人白送粮票的？你干啥？你就这么进来了？我来巡山，顺便保护你的安全。哼，你连把刀都不带，拿啥保护俺？拿嘴啊！放心，
我跟山里的动物可熟了。挺好一小伙，咋年纪轻轻就坏了脑子？跟紧了啊，别走丢了。这林子里岔路多，迷了路俺可没工夫找你。大叔，这可是我的山。你的山咋了？你的山你也未必认识路。俺跟你说，打猎这行靠的不是腿，是这儿经验。看到没有？这是兔蹄子小碎步，公的3斤半上下。这怎么看出来的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看蹄印的深浅和间距，老猎人的基本功。大叔，要是这兔子比你想的大得多呢？兔子能有多大？顶天了4、5斤。这他妈的是兔子！哈哈哈哈！一枪毙命，看到没？俺说啥来着？我操！这他娘的是个什么怪物？山里有货，打不着可不关我事儿了。这兔子它招天敌，这是兔子的命，你不懂。对对对，兔子的命。那他娘的是啥鸟？猫头鹰？猫头鹰有这么大的？大叔，这山里头的东西跟以前不太一样了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怎么样，大叔？这山里可是真有东西，一次5斤粮票，还进不进？进！凭啥不进？一枪能打倒，就说明那兔子是俺的。俺的猎物让畜生抢了，这口气咽不下去。这可是俺留着打虎用的，攒了3年了。贵宾一位，里边请。血迹到这里就没了，这里绝对有大货。来了，来活了，给老子死吧！哈哈哈哈！打中了，老子就说双倍火药管用。咋样，小老弟？俺张铁柱可没吹牛。大叔，野猪可是有战术的。我操，这都没事儿！拼了！想着这林子里居然真的有货，还他妈这么大！可惜大叔你这杆枪是不行了，想不想扒了他的皮报仇？废话，这要是能弄回去，老子能在整个大兴安岭横着走。大叔，咱们做个买卖怎么样？啥买卖？你回去帮我到处宣传宣传，就说三道沟出了连土妞都打不穿的大黄黄，你多叫点带硬家伙的人来。只要是你领来的人，以后你进这三道沟，我不收你粮票，给你免单，怎么样？中，这买卖划算。今天老子反正是爽到了，你等着啊，小子！俺兄弟手里有部队退下来的半自动，明天俺就把他们拉过来，非把这野猪王给办了。喂，这丁，收集到极度狂热情绪，积分加50。收拾收拾，准备割韭菜了。张铁柱，你脑子糊涂了吧？这破深山10年前就被打空了，你大老远把俺们叫来，跟俺们说里头有吉普车那么大的野猪？就是，俺看你就是一个人在山里动出幻觉了，把大树桩子当成猪了。有没有？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一人10斤粮票，稳赚不赔。10斤粮票？你小子抢钱啊！我看你们是怕空手出来丢人吧？你小子瞧不起谁呢？看看老子带着什么来的 ！No No No， 打猎靠的不是装备。行，俺今天就出这10斤粮票。但你小子给俺听好了，要是俺们进去转一圈啥都没看见，出来俺非把你这破木屋子拆了，腿给你打折。随时恭候。让我狠狠收割一波经验吧。张铁柱，这都走出去2里地了，连个猪粪都没看见。张铁柱，你他娘的就是被那小子合伙收买了，骗俺们的粮票吧？走走走，不找了，回去揍那小子去。来了，就是他！
我操，真有这么大的货！李守业，开火！我操，天太冷了，卡壳了！上树，快上树！张铁柱，俺撑不住了！周建国咋办？这畜生的皮都打不穿，俺们上去也是送死。这畜生记仇，2条腿跑不过4条腿，今天跑就是死，必须把他留在这儿！他娘的，拼了！听着，俺数3声，用穿甲弹打他肚子，引开他。李守业，你趁机下树，把刺刀从后面包抄。张铁柱，你找机会上！拼了！不是他死，就是俺亡！畜生，看这儿！打中了，快上！激怒他吧。给俺死！畜生，看打！没子弹了！李守业、张铁柱，上！丁，收集到极致的紧张、狂热与杀戮情绪，积分加500。照这样下去，我的人生简直一片坦途。俺要撑不住了！张铁柱，上啊！你个畜生，去死吧！这畜生身上最值钱的就是这层松油泥甲，回去挂墙上，10里8寸的猎户都得馋红眼。这底下的甲，刀都割不动，子弹打上去直冒火星。要是老周今天没带穿甲弹，俺仨今天差点交代在这儿。我的个老天爷！这是猪！看到没有？这底下的甲刀都割不动，子弹打上去直冒火星，是俺用钢芯穿甲弹才干透的。这铁板一样的甲，这他娘的还是野猪吗？成精了吧？在哪儿打的？3道沟哨卡。俺跟你们说，那地方现在出大黄货了。不过没点硬火力，千万别去。俺别去。俺那把祖传的猎枪就是在那儿折的。这猪500多斤，俺仨是拼了刺刀才放倒的。看看这伤，差点没命。哈哈哈哈！以后谁敢说3道沟是荒山，下！小兄弟，看到没有？整个大兴安岭，谁打的条牙比这粗？这可是俺仨拼了命换回来的。俺那把新枪就是为他折的，不然这牙是俺的。小兄弟，你说话算话，这头猪俺拉走了，你不会心疼吧？当然不会，这头只能算开胃菜，山上还有更大的。当真？还有比这更大的？别走啊！你敢说清楚还有多大的？好戏还在后面呢。明天一早俺就过来，非把这山给俺盘透了不可。もしもし。今日情绪值收割完毕，积分总计加850，猎场知名度达到初级润值。恭喜宿主解锁新功能，异兽引诱。宿主可主动引诱特定野兽进入猎场区域，扩大猎场影响力。引诱异兽，这功能好。山上那几头大家伙该出来透透气了。
俺当时上去，啪一个右边腿，啪一个左正蹬。这是野猪，哪来这么大的呀？哎，这算什么？俺们轻轻松松就拿下了。那你们咋这么狼狈？衣服都破了。那是他不讲武德，他搞偷袭。来，今天赚着了，请大家吃肉。那畜生从林子里冲出来，得有局捕车那么大。不对，比局捕车大，快赶上解放号卡车了。周建国，你这是大兴安岭第一猎人了。这不算啥，明天俺还去，那山里还有更大的货。跟你说，那山头邪乎的很，兔子比狗大，猫头鹰一展3米，野猪王身上长铁甲。那狩猎场的小子说山上还有更大的货，还有更大的，多大？反正比这头大。张铁柱，你他娘的喝多了，闭嘴！检测到大面积情绪波动，林场大院聚集人数持续增加，情绪值持续涌入，加150，情绪值总量突破初级阈值，当前猎场等级提升至0区级，发布阶段性奖励。该生物具有群体指挥能力，可召唤狼群协同作战。白狼王还会照小弟，这下有意思了。名气已经打出去了，来的人多了，粮票就不值钱了。下次我要摊波大的。小兄弟，俺把林区最硬的几个爷们全拉来了，今天俺要把那头更大的货拿下。今天和昨天可不一样了，我这山里今天可是有更稀有的大货出现。啥意思啊？从今天起，进山不收粮票了。不收票了，那感情好啊。但是打到的猎物，我抽3成。3成？昨天不是说用粮票换吗？咋一宿就改规矩了？俺大老远跑来，动了一路，猎物都没见到呢，你还要抽3成？你当你是税务局啊？就是3成也忒狠了。异兽引诱功能启动。每年的冬天这样热热的炕头上唠唠。那是啥？听叫声好像是狼。白云飘荡。我可是说了，这山里的好东西多着呢。嫌贵的话，现在就可以走。不过下次再来，可就是5成了。行，3成对3成，俺认了。检测到贪婪与狂热情绪，积分加80。知情，你咋来了？大东北是我的家乡，我就在。我要是不来，你是不是打算把家底全搭进这破山里？这谁呀？周建国的闺女，省森林研究会的，搞野生动物研究的，在省城上班的。别看了，人家爹最怕这个闺女。大鱼来了，还是个美人鱼。爹，3道沟这片林子10年前就打空了，你比谁都清楚。现在突然冒出来说有500多斤的野猪，你活了50多年，啥时候见过野猪长甲的？俺亲眼看见的，俺跟李守业、张铁柱仨人拼了刺刀才放倒的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那甲是后天贴上去的，你被撞懵了，根本没来及细看。东北人的爱，贼啦啦的爱你呀，我的家乡，贼啦啦的爱。你就是这狩猎场的？如假包换。10年前林业普查的时候，这里的野生动物密度就已经降到警戒线以下了。现在这山里咋可能有大火？生物角质层的硬化需要特定的矿物质沉积，大兴安岭的土壤和水源中不还能产生这种金属光泽的成分。你们口中的变异野兽违反了3个最基本的生物学规律：基因锁定、能量约束、栖息地承载量。要么是用药物催大的普通动物，要么就是人为制造的假象。爹，你仔细想想，你一个打了半辈子猎的人，应该比我清楚。俺当时确实是被撞懵了。万一那甲真是后天贴上去，枪可是真碎了。但他说的也有道理，野猪长铁甲，俺打了20年猎也没见过。你说完了？说完了。你的分析很有道理，林大高材生。那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说的这些全都是你根据书本和常识推出来的，对吧？你亲自进过3道沟的林子吗？你没进去过。你站在山外面用4年的课本告诉我这里面的东西是假的，那我再问你，你信你的课本，还是信你自己的眼睛？你在诡辩。我不诡辩。这样，咱们打个赌，你一个人进山，
空手走一圈，亲眼看看那些东西是真是假。要是你进去以后发现那些野兽都是假的，我跟你赔礼道歉。你爹以后来我1分钱不收，所有损失我担。你以为激将法对我有用？不好用吗？好，既然你不肯说实话，那我就亲自进山揭穿你的真面目。芷晴，里面很危险，你别意气用事啊！我看你们都是被骗了。闺女，我跟你一块儿进去吧，俺好歹有经验，遇上事儿能护着你。张叔，你的枪都在里头碎了，你进去护谁？大妹子，你别犟了，那山里头真不是闹着玩的，万一真撞上大祸，要是真有大祸，那正好，我亲眼所见，证据更确凿。要是什么都没有，正好证明这狩猎场的是个骗子。不管哪种结果，我都得进去。我说大妹子，你爹都没拦住你，我们外人更管不着。但你要是在里头出了事，可别赖我们没提醒。我在省城做了3年外夷调查，什么深山老林没钻过。大兴安岭10年前就普查过了，三道沟的生物密度低于警备线，连只狍子都难找。你们告诉我，就这破山，我能出什么事儿？稻花香，黑土地养育着咱的爹娘。你就不能说句话？人教人教不会，事儿教人一次就会。你就不怕他在里头真看出啥破绽？怕什么？他要真看出破绽，我赔粮票就是了。白云飘荡，清澈的小河在潺潺流淌。东北人爱吃土壤植被食源密度，所有数据都指向同一个结论：这片林子的承载力上限撑死了100公斤。什么变异巨兽？全是人为制造的噱头。我的结论不变，这座山被掏空了10年，不可能凭空冒出500斤的变异野兽。请开始你的表演。蹄印可以伪造，泥甲可以人工拼接，但其背后的生物学逻辑根本站不住脚。第一，角质层硬化需要特定矿物质沉积，大兴安岭的土壤不支持。第二，基因锁定定律，野生动物不可能在10年内突然变异到2倍体型。你说完了？说完了。那你信你的课本，还是信你自己的眼睛？我眼睛看到的和课本上写的一模一样，一座死山，连只兔子都没有。那种把戏骗得了俺爹，骗不了我。芷晴，话也不能这么说，俺跟李守业比俺张天坠还粗撒人，那夹子在那林子打上去，直冒火星。你要说俺眼花，那老李和老张也眼花了。爹，你被撞懵了。人在极端恐惧下会产生记忆扭曲，这是心理学常识。啥群体性不群体性的？俺当了半辈子猎人，野猪和道具还分不清，你个读臭书的！爹，你能不能别拿你那点经验跟我谈科学？你个小犊子，俺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，那是我的包太多了，给我这2个地方圈子，圈子！爱你呀，我的家乡，贼啦啦什么声音？爱你呀，我的别出声！这是狼群，哪来这么多狼？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芷晴，别动，蹲下来，别跟他直视。他的眼睛。打偏了，芷晴快跑！芷晴，腐了吧唧的！完了！给我退下！你是怎么做到的？那头狼，它明明要……起来吧，地上凉。
你个死丫头，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怎么跟你娘交代？它的肩高至少1.5米，毛色呈银白色变异，这不是已知的任何灰狼物种，这根本不在分类学鲁谱里。那头狼为什么没有攻击我？是你对不对？你到底对这座山做了什么？无可奉告。你知不知道，你守的这座山里藏着的可能是一个全新的物种群落？这东西要是能被科学界证实，能被科学界证实什么？证实完了呢？一堆人扛着仪器进来，把这座山翻个底朝天。有些东西知道的越少越安全。你要是真想搞清楚，就别站在山外面拿着课本指手画脚，自己用眼睛看。老周，出啥事儿了？里头有狼群，头狼小牛犊子那么大，银白色的，眼睛是金色的，芷晴被他一爪子拍放到沟里去了。我操！小牛犊子大的狼，俺那把枪碎得不远了。连芷晴都认了，这还犹豫啥？干就完了。走！要是真能打着一头大狼，回去吹一辈子。林子你们也检查过了，人也是亲眼看见的，我不是骗子吧？规矩还是那个规矩，3成。贤贵现在可以走，不拦着。去，都去！我也进去，我做观测记录，体长、体重、毛色、行为模式，这些数据必须第一手采集。拿着，别出了问题说我无情。让我狠狠收割一波。来了！猫科动物的脚印，这爪印比俺脸盘子还大，不服2米。这东西体长少说3米，看这样子好像是老虎，不知道，但肯定不是普通的虎。你们看这树，这爪子比俺家锄头还宽，这一巴掌下去不得把人脑袋拍碎？老周，要不咱撤吧？这玩意儿不是野猪能比的。撤个屁！5杆枪还怕一头猫？咱5个人一起开火，这都能把它震懵。我操，这也太大了！老周，打还是跑？别跑！猫科动物见跑的就追，跑就是死！都给俺站稳了，一起开火！听俺指挥，俺喊打就一起打。要来了，趴下！往死里打！老虎，俺们干死了一头老虎。俺这一枪打肚子上，血喷了俺一裤子。这皮摸着跟铁丝网似的，毛根全是硬的，比普通虎皮厚3、4倍。这牙比俺家锄头棒还粗，这虎皮扒下来往炕上一铺，10里8村都得馋红眼。3.2米，光尾巴就1米多，这玩意儿要是真扑到人身上，一巴掌就能把脑袋拍碎。老周，你说的对，这玩意儿不是野猪能比的。变异虎科生物，体长目测3米以上，扑击距离约5至6米，扑击速度极快，生命力远超常规猫科动物。不仅仅是外围就有这种级别的顶级掠食者，那深处的食物链顶端站着的到底是什么东西？
赵教授，是我知情，有重大发现，三道沟密林里存在大量变异物种，我已经亲眼确认了。你说什么？你确定不是看错了？我亲手用卷尺量的，照片拍了30多张。发定位，我过几天就派人去研究。三道沟要彻底出名了。那畜生扑过来的时候，俺一个侧身，啪就是一枪，正打在肚子上。那铁砂可是俺打的脸儿，没有俺那一冲，他正面冲过来，你连枪都来不及端。打得不错，不过那头虎只能算开胃菜，山深处有更狠的东西。更狠的？啥玩意儿比这头虎还大？天机不可泄露。那俺们明天还来？俺也来，多叫几个人，多带几杆枪。这要是打一头回去，整个大兴安岭都得叫俺们大爷。明天一早，把你们能找到的最硬的家伙全带上，下！今日情绪值收割完毕，积分总计加1500。猎场情绪值突破阈值，发布阶段性奖励，解锁异兽引诱进阶功能，可定向引诱特定等级变异兽进入猎场区域。新增变异生物北极熊王一逃，已投放猎场深处。该生物具有领地统治能力，可使周边野兽体型与攻击力进一步提升。北极熊王已经就位了，还会增强周围的野兽。明天那帮人要是真往深处走，够他们喝一壶的。还有那个周芷晴，要是能把研究所的人引过来，这山的情绪值可就不只是几个猎户能供得了。检测到宿主猎场情绪值即将突破区域级上限，届时将解锁更多变异生物及猎场功能。来的人越多，情绪值越猛，山里的货就越硬，这雪球越滚越大了。小兄弟，俺把十里八村最硬的爷们儿全拉来了，今天俺要往深处走。来的人越来越多了，规矩你们都知道了，3成，嫌贵的现在就可以走。3成算啥？别说3成，5成都行。赶紧的，别耽误功夫，俺要第一个进山。北极熊王已经醒了，都进来吧。今天这波够我吃饱的。别动，都别动！这脚步声不对啊，一步顶俺们3步。这他妈的，这是熊！北极熊？大兴安岭哪来的北极熊？开火！所有人一起开火！打不穿，子弹打不穿！别跑，跑不过他，都给俺稳住！穿甲弹都打不透。他自己走了。别管为啥，俺现在只想出去，俺现在只想出去。肩高目测3.2米，体长超5米，甲层覆盖全身，子弹穿甲率为0。这不是北极熊，北极熊根本没有甲，这根本不在任何已知分类里。检测到大规模恐惧与狂热情绪，积分持续涌入，加200，加350，加480。北极熊王的领地压制果然猛，方圆1公里内的变异兽全被镇住了。这帮人今天算是开了眼了，可得悠着点儿，伤了人死了人就麻烦了。先回去吧，出来镇个场子就够了。你们管不管？我男人进3道沟打猎，被那守山的小青年养的怪物拍飞了，肋骨断了2根儿。3道沟猎场收粮票抽成，这都搞多久了？快2月了。2月？10几个外头猎虎拿着枪往你们那破山里钻，
出事了谁担？谁担都行，医药费你得给我报。行了行了，我去人查。这是省森林研究会大兴安里物种普查项目的考察函。三道沟密林已纳入本次科考范围，正处于数据采集阶段，未经省研究会同意，不得擅自进入干扰。那行，但这事儿没完，回头厂部再议。你那章子还挺好使。不是我帮你，是我的科考项目不能被厂部搅黄，你别搞混了。那不管怎么说，你替我挡了一刀。别得意，下次再出事儿，厂部绕过我直接封你的山。从现在起，我在猎场内做的科考记录你不得干涉，数据归我，你不得对外透露。行，你也别坏了我的规矩。你那些兽真的是林子里原本就有的吗？那总不能是外星球的。省里的科考项目给他撑着，厂部就不敢硬来。大研究员免费帮我挡刀，还能白拿数据帮我背书，这买卖不亏。儿子，三道沟那个猎场你知道不？咋回事？就是那个王毅搞的，收猎户粮票抽成。听说外头猎户排队进山，上回打出一头500多斤的铁甲野牧，整个林场都传遍了。前2天又出了个北极熊，弄伤了好几个人。厂部派人去查，结果省里有人护着。北极熊？大兴安岭哪来的北极熊？谁知道呢？反正传的挺邪乎。那小子现在一天收的粮票比你1个月工资都多。一个废物能搞出什么名堂？赵北川，雪山枪王，一枪打死过500斤黑熊的赵北川，他怎么来了？听说三道沟出了大荒祸，老头子我来凑个热闹。哪个是三道沟？就这佛山，老子空手都能进去走一圈。雪山枪王，这下真的要赚大了。根据我这1周的科考记录，目前确认的变异物种有发光狍子、巨型野猪、变异东北虎、白狼王以及1头北极熊王。北极熊？大兴安岭哪来的北极熊？越说越离谱。这甲不像天然长的，最猛的在哪儿？猎场深处，我没能进到核心区域，但根据声纹分析，至少还有1头比北极熊王更大的东西。比那玩意儿还大？那正好，老子这锤子闷了1年没开张了。你那锤子打过什么？300斤的野猪，一锤一个印儿。运气好。你说啥？行了行了，到山里各凭本事。从今天起规矩变了，进山10斤粮票，打到猎物另抽3成，3成由我挑部位，断枪不赔，伤人自负。10斤粮票，之前不是只要抽成吗？你这坐地起价啊！之前是之前的山里也没出过北极熊，嫌贵你转身走，没人拦你。10斤粮票换1头大货，不贵。小兄弟，老头子我也交了，不过你那3成别挑我套索上的牛皮啊，那是我吃饭的家伙。放心，我做生意最讲良心。哼，这山里要是真有大货，别说3成5成都行，只要能打到前几次那样的，我们就不会亏本。是啊，这票子俺们交了，俺也交。3个光点，3个方向，赵北川走东线，孙猎户走西线，唐日天走南线，分开走更好，收割效率最高。有意思，来活了！再往中间走。这东西居然这么大！差不多了。都进来吧，今天这波够我吃饱的。小红啊，三道沟那个猎场你听说过没有？听过，最近传的挺凶，说打了头500多斤的铁甲野猪，还弄出个北极熊王伤人。你去一趟三道沟，替我看看。看啥？看那个王毅一天能收多少粮票，外头来了多少猎人，山里的东西到底是真是假。别让人发现你是替我办事的，就说是路过送信的。那地方听说挺邪乎，伤了好几个人了。怕什么？你在山口看一眼就回来，又不让你进林子。回来我跟领导说一声，给你算出差补贴。行，那我去看看。对了，要是有省里的人在那，你也帮我看看是哪个单位的。一天收几百斤粮票，一个被俺踩在脚底下的废物，赚的比俺还多。领导，三道沟那个猎场的事我了解了一下，搞得不小了。外头猎人带着枪往咱林场的地盘扎堆，出了事咱兜得住吗？上次不是派人去查过了，省里有人挡着。省里挡得了科研，挡不了安全事故。上回那人断了2根肋骨，下回要是出了人命呢？你想说什么？我想先摸清楚情况，再决定怎么处理。已经派人去看了。好家伙，这阵仗
进山10斤粮票，猎物抽3成，一天来这么多人，光粮票就……省里的人果然在。你们怎么也在这儿？老头子追踪一头大家伙的脚印走到这儿来的。我也是，蹄印从3个方向汇到这一片。3个方向的蹄印是一个东西踩出来的，这玩意儿一直在这片区域活动，引着咱们往这儿走。啥意思？这畜生知道俺们要来？有东西把这些树齐腰扫断了，都小心点。我操，这是鹿！大兴安岭最大的玩意儿是驼鹿，但正常的驼鹿最大也就2米高，这东西4米都打不住。别动，他在看我们，他要扫了，散开，别站在他正面。散开，别站一块儿！这家伙皮太厚了，力气大的不像话。我锤子，穿甲弹能嵌进去，但是根本打不透啊！枪和锤子都不行，得换法子。老赵，你枪里还有多少穿铁弹？7发，打腹部同一点，勉强能裂个缝，但不够透。老头子有个办法，但得你俩帮我拖住他。什么办法？鹿这东西腿是命，断了腿他就站不起来，站不起来那4米的咬就没法扫。我布个连环夹子阵绊住他的腿，只要他跑不起来，老赵你就有时间往缝里打。行，老子拿身板当诱饵，你布阵。就这么办。你布阵需要多久？给我3分钟。3分钟。来吧，大东西，老子拖你3分钟。过来追我啊，畜生！现在！夹住了，老赵，打风，打风！透了。他要挣，拉不住了！老赵，还有没有子弹？没了。恐惧峰值加800，狂热峰值加1200。发了，这太发了！俺拿命给你换时间，老赵快跑！老头子布了一辈子陷阱，头一回被捕猎物挣断3根绳。锤子废了，枪也弯了，子弹也没了，俺们仨现在连根烧火棍都不如。他不走，他在守地盘，那他迟早还会冲过来。他后腿废了，跑不快了，但他还有脚。你不是说没子弹了吗？刚才摸错兜了，这边兜里还有3颗。你可真行！他最大的威胁是那对脚，4米宽一扫，方圆4米内什么都没了。但鹿这东西有个毛病，他低头甩脚的时候脖子是暴露，但他浑身是甲，脖子也未必能打得穿呐。脖子跟和肩膀连接的地方，泥甲有缝隙，他低头甩脚的时候，那道缝会张开。那这畜生也不低头啊！他瘸了一条后腿，站不稳，只要有人从正面逼他，他就得低头用脚扫。他一低头，老孙从侧面套住他的脚，把他的头拽住不让他抬起来，我打脖子，2根套索刚好，就这么办。老孙你藏在侧面2棵松树后面，2根套索同时甩，缠住咬根部，套住之后往树上绕，把他的头锁住。锁不了多久，那力气太大。不需要多久，3秒就够了。俺拿这个当诱饵，你从正面冲他，逼他低头甩脚，你躲开之后，老孙套脚，我打脖子。
曹日天上！现在，老赵，快，3秒，打，快打！妈的，真他妈抗揍！最后一发，快呀！中了，可算死了。3发穿甲弹打同一个洞，最后一发才透。老赵，你最后那枪要是偏一点，体长6.8米，肩高3.8米，脚宽4.2米。老子这辈子没打过这么大的东西，俺差点被这么大的东西扫成2截。战斗结束，本次情绪值收割总计加3500，系统等级提升至 LV4，解锁功能远古兽种部分。3500，这是真多。新增远古兽种铁甲蜥形兽乘2，血损乘3，已投放。远古兽种持续解锁中，请宿主再接再厉。铁甲蜥形兽，连冬眠的动物都可以出现，这下有意思了。值了，老子这辈子值了！老赵，你那3枪真他娘的是神了！这玩意儿太大了，光靠俺仨根本挪不动。别说挪了，俺现在弯腰都费劲。老赵，老赵，你们在哪儿？这儿！我的个老天爷，这是啥？比那头野猪王还大2倍，这脚比俺家门板都宽。这得有多重？少说1500斤，3个人抬不动，得用爬犁拖。这脚摸着跟锉刀似的，底下还有一层，子弹打上去直冒火星，穿甲弹打了3发同一个孔才透。这东西要是拖回林场，整个大兴安岭都得炸锅。愣着干啥？先爬犁去，3辆并排才拖得动。中，俺那匹枣红马最壮，拖头。俺活了40年，头一次拖这么大个东西，跟拖着座山似的。老赵那3枪是真牛，3发穿甲弹打进同一个孔，俺张铁柱打了一辈子猎，头一次见这么准。运气个屁，那是真功夫。你看看他打进一个孔，口径误差不超过2毫米，搁部队里那是狙击手的水平。我操，真是同一个孔！老赵，你这枪法以前是不是当过兵？铁柱，你说这东西拖回去能卖多少钱？光那对脚就值老鼻子钱了，还有鳞甲、獠牙，300斤粮圈打底。300斤，要是能跟着分一会儿，俺干了半年伐木工才攒20斤。拖出来了！1500斤的祖宗硬是拖出来了。这脚，这鳞甲，俺张铁柱打了一辈子猎，头一次见这么大的货。你们摸摸这脚，这质感比锉刀还糙，包着一层鳞甲。这哪是鹿角啊，这是兵器。这下面的甲比上回野猪王的还硬，铁皮都没这么硌手。你们看这个，3发穿甲弹打进同一个孔。老赵这3枪，整个大兴安岭找不出第2个人。口径误差不超过2毫米，俺打了一辈子猎，见过最准的枪法，也就是3发打在同一条线上，打同一个孔的，头一回见。老赵，你这枪法要是去部队，起码是个特等射手。1500斤啊！老赵，你们仨干的？以前3道沟连根兔毛都没有，现在里头的东西一个比一个大，一个比一个硬，可不咋的。上回野猪王就够吓人了，这回直接来个6.8米的鹿王，下次还不得来个恐龙？行，够大的。3成，不用点了，剩下的你们自己分，我不掺和。老板大气啊！老赵，俺和张天柱、老李虽然没赶上打这东西，但爬犁是俺们牵的，绳是俺绑的，一路也是俺仨帮你拖出来的。你看这分法上，獠牙2根，
俺和唐日三一人2根，3甲碎片6人均分，脚和整块鳞甲太硬，锯不动，先留着，回头一块处理一块卖，卖了钱6人均分。老赵，那脚和鳞甲可是咱仨拿命换的，他们仨没功劳也有苦劳，没爬力这东西你扛得出去？中，老赵你说了算，公平，老赵敞亮。这玩意儿跟铁板似的，拿回去干啥使？你这格局就这点出息？这鳞甲拿去镇上，谁见了不稀罕？疼，但值了。这一趟下来，半年不干活都饿不着了。明年开春俺还来，这山里的货比外头强10倍。赵哥，听说你在三道沟打了头大的，我连夜赶过来的，让我看看。来了。赵哥，我走南闯北，收了20年山货，鹿角见过无数，这么硬的我头一次见，这制层比钢还硬。你听听这声，铁的。赵哥，你开个价，角和鳞毛我全要。300斤2圈。300斤2圈，再搭2匹白棉布，10斤煤油，2斤好烟草，你看行不行？300斤2圈还搭白棉布和煤油？行，角和鳞木给你，鸟牙俺自己留着。这布够做2套新棉袄了，好盐液，闻着就正宗。赵哥，这东西我收回去往铺子里一摆，10里8村都得来围观。以后你再打到东西，不管啥，脚甲皮牙全包，价格好商量。兄弟们，老赵仨人干翻了1500斤的大货，俺们6个人一块拖出来的。这战绩，整个大兴安岭谁不服？俺张铁柱打了20年猎，头一回这么痛快。这牙拿回去往墙上挂，谁见了不磕头？这山不简单，下次再来得带更硬的家伙。小兄弟，明天俺还来，你那3成我1分不少你的。随时恭候。量完了，差不多了。体长6.8米，肩高3.8米，泥甲3层结构，鳞甲硬度超出已知生物角质可数倍。你这座山里的东西越来越大了。显大？那倒也没有，只是有些震惊。样本数据我整理好了，给你看一份，你心里有数就行。今日情绪值收割完毕，积分总计加2200，猎场等级提升，解锁新功能异兽进化。宿主可对猎场内现有变异生物进行定向强化，提升其体型、防御力或攻击性，每次强化消耗对应积分。定向强化，来的人越来越多了，带来的家伙也越来越硬。等到他们都以为自己是大兴安岭最好的猎人，这整座山都是我的棋盘。二哥，三道沟那边我打听到了，说那个王毅的猎场现在一天收的粮票少说200-300斤，外头猎人排队进山，带着半自动的，带双管猎枪的，啥人都有。省里那个女研究员也在，天天往林子里钻，拍照亮数据。省里的人也在，在，而且厂部上次派人去查，被人家打回来了。 200-300斤粮票，一个被俺踩在脚底下的废物，赚的比我1个月工资还多。领导，三道沟那个猎场该管管了。又怎么了？王毅一个临时工，私自开放猎场收粮票，外头猎人带着枪往咱林场辖区扎堆，10几号人呢。万一走火了，万一撞上野兽出人命了，谁来担这个责？上次不是派人去查过了，省里有人挡着。省里挡的是科考干扰，挡不了安全事故。科考函管的是研究，管不了他违规经营收粮票，这是两码事。领导，这事儿要是出了人命，省里不会替厂部背锅。到时候规则下来，第一个倒霉的是谁？您心里清楚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不干什么，我只是提醒领导，安全隐患在那儿摆着，至于怎么处理，领导定。王毅，厂部通知，三道沟猎场未经批准擅自经营，存在重大安全隐患，即日起暂停一切狩猎活动，外来人员一律清退，限期整改。举报？这是厂部集体决定。集体决定？
之前省里科考项目在场，厂部不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？怎么突然就停业了？李二，你终于出手了！停业？凭啥停业？俺们打了半个月了，规矩一直在守，出了啥事儿？俺那把新枪碎在里头，还没回本呢，说停就停。上头压下来的，我也没办法。这山里的货有多好，你们比谁都清楚。我也希望你们能多打些呢。这不是扯淡吗？不查野兽，查守山人。这山里的东西是天然的，他守着他的山，俺们花俺们的粮票，碍着谁了？俺好不容易凑了月费，准备再干一票大的，结果给俺来这一出。行政命令压下来了，我一个临时工扛不住。你扛不住，俺们帮你扛。俺也去厂部找他们说理去。周叔，你去厂部说理，人家问你是厂部的人吗？你怎么回？你一个外来猎人，在人家眼里就是闲杂人等。那就这么算了。先停几天，该急的人会替我急。谁急？俺急啊！俺那3成还没给你交呢。周叔，你急的不该是这个。那俺急啥？你急的是里头那些货。你打了一辈子猎，这辈子见过那么大的兔子没有？见过翼展3米的猫头鹰没有？见过子弹打上去直冒火星的野猪没有？这些东西在外头找不着第二份，你急的不是停业，是怕这辈子再也碰不着了。他说的对，就算我们不急，也会有别人急。老张，三道沟那个猎场停了，你知道吧？听说了，厂市下的通知。停了好，省得外头猎人带着枪网在林场乱窜，万一出了事儿，厂部兜不住。那省里的科考项目呢？不是说还在那边住着吗？科考归科考，经营归经营。王毅收粮票搞经营，这是两码事儿。厂部停的是经营，没停科考。王毅，你小子也配在俺地盘上收粮票？一个被俺踩在脚底下的废物，也配翻身？老老实实滚回去守你的空山吧！小兄弟，小兄弟，开门！大叔，停业通知贴门上的，你没看见？俺看见了，俺又不是不识字儿。那你来干什么？俺在家待了3天，浑身刺挠，手痒的不行。上回那口大货，那头野猪王，俺没打上，这口气一直咽不下去。你咽不下去也得咽，厂部不让开了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俺偷偷进去就打一趟，谁也不说，打完就走，神不知鬼不觉的。粮票俺照给你，通融通融。你让我违规放你进去，万一被厂部知道了，我这临时工还干不干了？出了事儿俺担。俺打了一辈子猎，啥阵仗没见过。再说了，上回那野猪王俺都没怕，这回更不会怕。你放心，俺就是进去转一圈，打着了就跑，打不着也跑，绝不给你惹麻烦。我可没开门啊。中，俺自己翻进去的，跟你没半毛钱关系。第一个忍不住的来了，剩下的也不远了。发了，这玩意儿扛回去，够俺全家吃半个月的。猎场运营暂停中，情绪值积分流入停滞，建议宿主尽快恢复运营。我不急，该急的不是我。你看，他打到了，这消息传出去，3天之内，该来的人全来了。运营恢复，情绪值积分恢复流入，加30，加50，加80。不急，让他们先偷偷摸摸来几天。不过这风险大了，收费也得跟着涨。小兄弟，开门！你们仨又来了。俺在家实在待不住了，上次那头猛虎俺还没打过瘾呢，这时候想再试试。俺媳妇儿都嫌俺在家碍眼，说俺跟丢了魂似的，一天到晚盯着墙发呆。俺都来了3趟了，回回满载而归。这山里的货真他娘的多，俺打了20年猎头，一回这么爽。小兄弟，你就让俺们进去吧，俺们悄悄进去，悄悄出来，保证不让人知道。厂部知道了怎么办？到时候追查下来，你们是外来的，拍拍屁股走了。我呢？我往哪儿跑？管他呢！花俺的粮票，打俺的猎，挨着他厂部什么事儿？再说了，这山是你的，里边的东西也是你守出来的，他厂部凭什么说不让打就不让打？就是，大不了俺不说是来打猎的，俺说是来串门的，路过顺便打了2枪。小兄弟，你要是不让俺进，俺今晚回去又睡不着了。俺媳妇说了，再不出去活动活动，俺这身板就该生锈了。那我可没开门啊。中，俺自己进来的。这消息传出去，
该来的人都坐不住了。小兄弟，这偷偷摸摸的日子啥时候是个头？俺们进进出出跟做贼似的，万一哪天场地真来硬的咋办？就是，俺那把枪碎了都没人管，这回偷偷进来还得提心吊胆，打个猎都不踏实。你既然担着风险放我们进来，规矩就该改，不然出了事，你一个人扛不住。行，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，从今天起规矩改，之前是1趟1收，现在改月费制，1个月50斤粮票，限30个名额，交了钱的就是自己人。场部要是来查，你们就说是来串门的，路过顺手打了2枪，查不到我头上，就查不到你们头上。50斤1个月，嫌贵？不是嫌贵。周叔，你在里头打了1头狍子就够全家吃半个月，你要是打上1头野猪王呢？1头猛虎呢？那虎皮虎角你拿回镇上卖，值多少？50斤粮票算什么？干了！这山里随便1头货就回本了，50斤就50斤，俺也交。算我一个。俺打完了，回家问媳妇儿要，到时候给你补上。可以。来的人越多，越不好管。山里的货太猛了出人命，太弱了没人来，这个度得拿捏好。领导，三道沟那边虽然下了停业通知，但这几天猎人越来越多，跟没停一样。那个王毅好像还改了收费规矩，搞了个什么月费制，1个月50斤粮票。谁让他们进去的？没人让，猎人们自己偷偷去的。王毅也没明着开门，但粮票私下再交。怎么不制止？省里的科考项目还在那边住着，赵教授的团队还在三道沟，咱们要硬封山，就是跟省里过不去。先别管了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等省里科考结束了再说。二哥，怎么了？那个王毅不仅没停，还搞了个什么月费制，1个月50斤粮票，限30个人，名额都抢满了，一天进账比以前还多。他敢？被停业了还收钱？谁给他的胆子？猎人们自己偷偷去的。王毅嘴上说没开门，实际谁不知道？但厂部那边不敢管，省里的科考项目在厂。好，他不当回事是吧？厂部不管，俺自己来。二哥，你要干什么？他去收钱，俺需要说法。他一个被停业的临时工，有什么资格在这收粮票？王毅，你被停业了还敢在这收钱？月费制，你胆子不小啊！我问你话呢，谁给你的胆子？厂部的停业通知贴门上呢，你眼里还有没有厂部？厂部的通知说的是暂停狩猎活动，我停了，猎人们自己要进来的，我拦过，拦不住。拦不住？这山是你的，你拦不住？你不过就是想偷偷收钱罢了。我收不收钱是我的事，你一个厂部的干事，管得着我一个哨卡的守山人？你一个被停业的临时工，也配在这儿跟我说话？你算什么东西也来这指手画脚？这山里的货是他守着的，俺们花钱打猎碍着你啥了？你一个外来猎人，在这儿插什么嘴？俺不是外人，俺交了月费的，他的规矩俺认，你厂部的通知俺不认。就是，现在来封山，俺看你就是眼红人家赚得多。你们这是聚众闹事！闹事？俺们花你钱了还是吃你家大米了？该走了。王毅，你给俺等着，这事儿没完！王毅，你给俺等着！随时恭候。你又怎么了？领导，三道沟那个王毅不仅没停业，还搞了会员制，收得更狠了，1个月50斤粮票，30个名额全满。我带人去制止，被那帮猎户轰出来了。你带保安去干什么？他违规经营，我作为林场正式职工，有权制止。你那个举报是厂粉下的停业通知，不是让你去执法的。你带保安上门，万一打起来了，出了事儿谁担？而且省里的科考项目还在那边，你现在闹大了，省里查下来，厂部不好交代。那就这么算了。他一个临时工在我眼皮底下收钱，我看着。你想怎么办？他王毅不就是守着一座山才有钱收吗？山在他手里，他就能收粮票。举报封不掉他，那就把他踢走，换个人来守。你说什么？我申请接替王毅，
担任三道沟哨卡守山人。王毅违规经营已被停业，哨卡不能无人值守。我作为林场正式职工，主动请缨。你想守三道沟？对，山归我管，猎人进山找我要粮票，出了事我担。你确定？那地方又冷又偏，你受得了？你爹的意思？我爹说安全归安全，但别闹太大。行，我批，但有一条，你去了之后，出了任何安全事故，厂部不替你背锅，我自己担。开门，快开门！大清早的怎么有狗叫啊？王毅，看到了吗？厂部的调令，从今天起这座山归我管了，正式职工主动请优，合理合法。凭啥？这山一直是小兄弟守着的，里头的货是他发现的，规矩是他定的，你凭什么来摘桃子？他发现的，这山是林场的，不是他王毅的。他是临时工，被停业了就该走人，厂部派我来接手，天经地义。那你来了，俺们还认不认月费？俺们交的钱怎么办？你们交的钱是交给王毅的，不是我。他走了，你们要打猎，重新跟我谈规矩。你懂个屁的规矩！你连山里有什么货都不知道。我不用知道山里有什么，山归我管，猎人进山就得跟我交粮票，就这么简单。行了，他说的对，他是正式职工，我是临时工，厂部的调令我扛不住。小兄弟，你真走啊？我不走能怎么办？跟厂部对着干，跟李二打一架，打完了呢，他拿着调令回来，我还是得走。那俺们咋办？山归他了，俺们的月费白交了。月费我会退还给大家。不过大叔，你觉得他守得住这座山吗？山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看见了吗？一个被俺赶出去的废物，终究还是滚了。二哥，那些猎户还在这儿呢，您看。都听着，山归我管了，规矩照旧。之前你们交给王毅的月费跟我没关系，想继续打猎的重新交，1个月50斤，交给我。你做梦！不交，不交就走。这山是林场的，不是你们家后院。连山里有啥都不知道，你收什么月费？我不需要知道山里有啥，山在我手里，你们想进来就得交钱，就这么简单。俺告诉你，这山里的东西要是没了王毅，你啥也不是。没了王毅，山就在这摆着，东西就在山里待着，他王毅还能把山里的活物都带走？你当他是神仙？30个人，50斤粮票，1个月就是1500斤。乖乖，这小子之前1个月赚的比俺1年都多。王毅啊王毅，你守了这么久的好东西，到头来全便宜俺了。这山里的货是你发现的又怎样？山在俺手里，猎人就得跟俺交钱。你滚回你的破烂窝棚去吧。来了，交钱吧，50斤，月费制，跟之前一样。俺先交1个月。丑话说前头，要是里头的货跟之前一样，这钱俺认；要是跟之前不一样，一样不一样？你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山还是那座山，林子还是那片林子，东西还能跑了？俺倒要看看没有小兄弟守着，这山里的货还认不认你？不对劲儿，咋了？你听，啥声音都没有。蹄印呢？以前这地上一踩就是一串蹄印，这回怎么连个兔子脚印都没有？不对，猫头鹰呢？上回那3米1展的猫头鹰就停在这棵树上。再往里走走。空的，全空的，跟10年前一模一样，连只袍子都没有。东西呢？那些东西都去哪儿了？怎么样？打了什么好货？你问俺，俺还想问你呢。东西呢？山里的东西呢？什么意思？一整天，俺仨在林子里转了一整天，连根兽毛都没见着。以前一进山就是大货，现在连个兔子都没有。空的山，整个是空山，跟10年前一模一样。不可能！昨天王毅还在的时候，你们不是还说山里有货吗？东西能跑哪儿去？肯定是跑深了，你们没走对路。没走对路？俺打了一辈子猎，这山里哪条路俺没走过？连个脚印都没有，你告诉我从哪条路能找着东西？那就明天再进去找。山就这么大，东西不可能凭空消失。凭空消失？
你确定不是王毅走的时候把东西都带走了？带走了？他怎么带走？那些又不是家养的鸡鸭，是野生的变异兽。他一个人能把几百头野兽都带走？俺不知道他怎么带走的，但俺知道一件事：王毅在的时候，山里有货。王毅走了，山里空了，你自己品。巧合，山里的东西本来就该活动，今天在这儿，明天在那儿，过2天就回来了。你们回去等着，过2天再进来。李二，你守着那座山，以为山就归你了？山是死的，可山里的东西是我的，系统绑定的，滴过血的。我说收回来，他们1晚上全得回来。骗子！说好的大货呢？说好的变异兽呢？俺大老远跑来动了一路，就这？不是，再等等，可能是天气原因，野兽最近往深处跑了。天气原因？王毅在的时候，零下30度，那变异兽都满山跑，怎么一到你手上就开始往深处跑了？就是，俺上回偷偷进来的时候，3天打了2头巨型狍子，怎么你一接手就没了？退钱！退钱！退钱！大家别急，再给2天，2天之后保证有货。保证个屁！你已经说了3天了，3天进去了3趟，连根秃毛都没有。不可能，他一个人怎么可能把整座山的货物都弄走？一定是跑到深处了，一定是……不对，这不对，二哥，这林子太安静了，要不咱回去吧？王毅那小子到底干了什么？大家听我说，山里的东西可能确实往深处走了。这个冬天雪大，野兽活动范围会收缩。李二，你少跟俺扯这些。俺问你一句话，你老实回答。王毅在的时候山里有货，他走了山里就空了，你承不承认？你之前说王毅是废物，守不住这山，结果人家在的时候，俺仨天天打大货，你来了3天，连根兔毛都找不着，到底谁是废物？退钱！俺交了50斤粮票，进去连个脚印都没见着，你退不退？就是，你以为你是谁？王毅在的时候规矩他定，货他管着，你来了有什么？你连根兽毛都管不住，凭什么收俺们的钱？退！退就退！这小子现在咋办？山归他了，货没了，猎户也不来了，他守着空山和西北风，他活该。他要不来抢，王毅还在，山里的货还在，俺们还能接着打。那小兄弟去哪儿了？他还能回来不？不知道。他说山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俺当时没听懂，现在想想，他是不是早就知道会这样？啥意思？小兄弟走的时候一点都不慌，还笑了。你觉得一个被赶走的人会笑？你不是说山里的东西是他弄走的？没有王毅，这山就是一座死山。猎场搬迁功能已解锁，宿主可将当前猎场及所有变异生物迁移至新区域。搬迁后，原猎场区域不再保留任何变异生物。3道沟太小了，装不下更大的货。既然要搬，就搬个大的。就这儿了。目标区域确认。搬迁条件：宿主需获取目标区域的使用权。使用权得找个地方签合同去。你是大兴安岭3道沟哨卡的护林员王毅，听说你们这边有一片原始密林闲置着，我想承包下来做猎场。你说的是红旗沟那片？那地方太偏了，10几年没人管过，里面连路都没有。你要那地方干什么？正因为偏，没人管过，才有好东西。那地方野兽倒是不少，但是太远了，猎户不愿意跑。远近不是问题，只要山里有货，猎户自然会来。承包费我先付半年，够不够？行，签合同吧。不过丑话说前头，那地方出什么事儿我们不管，不用你们管。系统，搬迁。指令确认，开始搬迁猎场及所有变异生物至红旗沟区域。搬迁完成，检测到新区域面积扩大10倍，兽群密度自动调整，所有变异生物体型提升至原有体型的2倍，攻击性与防御力同步提升。体型2倍，那之前3.2米的猛虎现在得6米多了，500斤的野猪王现在得1000斤了。确认。此外，
系统检测到新区域存在天然洞穴与深谷地形，适合远古级变异生物栖息。一只已自动投放远古兽种深渊蜥王，体型12米，已安置于核心区深谷。12米。该生物为系统阶段性投放，危险等级极高。当前宿主控制权限有限，建议保持距离。越大越好，越猛越好。来的人越怕，给的情绪值越多。齐活了，海陆空都有了。接下来就是吆喝了。小兄弟，俺找你找的好苦。周叔，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？你走之后，三道沟那山空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李二那狗日的守着空山，连根兔毛都找不到，猎户们全退了票跑了。后来有人传说你在这边包了片新林子，俺就一路打听着找过来了。小兄弟，俺就知道你没走远。大叔，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俺在镇上打听了3天，有人说看见你往红旗沟方向走了，俺就拉着老周来了。这就是你的新山？比三道沟大10倍，里头的货也比之前大得多。多大？之前的2倍。2倍？那冷虎得有6米了，500斤的野猪得有1000斤。我操，那得多猛啊！猛不猛？你们自进去试试就知道了。月费还是50斤，名额放宽到50个，交了钱就进。俺交，俺也交，算俺一个。这吼声比三道沟那头猛虎大了不止1倍，小兄弟没骗俺，真变大了。干了，来都来了，不打一场对不起这月费。这就是王毅的新山，对，比三道沟大10倍，里头的货也是之前2倍大。2倍，有意思。老头子，我来凑个热闹。哪儿呢？货在哪儿呢？老子这锤子闷了1冬天了。来了来了，人越多，情绪值越猛。各位，既然来了，先听我说个事儿。从今天起，这片猎场正式开放，月费50斤，名额50个，先到先得。规矩跟之前一样，但是光按月收费太无聊了，所以我决定搞个比赛。这划算，打1条大货就免月费，还打折。那要是打不着呢？打不着是你技术菜，月费照交，概不退款。什么时候开始？现在。你等等俺，别抢俺的位置。都进来吧，这回够我吃很久的。这体儿比三道沟那头野猪王的还大1倍，那得多少斤？少说1000斤。这爪印比黑熊大1倍都不止。有意思，来活了！整只长插进去都没到底，这树1巴掌扫断的。都小心点，这底下的东西比三道沟那头驼鹿大得多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别动，他在看我们。体印比三道沟那头野猪王的大了1倍，不服2米，这东西少说1000斤往上。1000斤？那俺这枪还顶不顶得住？顶不住也得顶。比赛呢，打了大的免月费，你不想免？想啊，但俺这条命也得留着花啊。你们闻到了吗？腥味儿来了，都别出声，找掩体。
这比三道沟那头大了快1倍啊！嘘，别出声。他发现俺们了！开火！打不进去，跟挠痒痒似的。妈的，这棵树都撞断了！我操，差一点儿，这东西打不动啊！子弹打上去直冒火星。穿甲弹，俺带了穿甲弹。铁柱，老李，把他引开，俺打他肚子。你打你的，俺来引。还是不够，这甲比三道沟那头厚了1倍。狼的脚印，但这爪印比寻常野狼大了3倍，3倍，少说跟驴子差不多大。那得多大？你们看那边！别跑，猫科动物追跑的，这是狼，狼也一样。那咋办？慢慢退，别对视，别转身，慢慢退。他们在缩小包围圈，稳住，稳住！他们要冲了！开火！打不完，太多了！老子差点交代在这儿。头狼，那头银灰色的是头狼，打掉它，群狼就散了。怎么打？他站那么远，子弹够不着。老子就赌一把，把他打残了，这群狼就散了。就是现在！这不是蹄印，这是爪印，爪子、五指有蹼。啥玩意儿有蹼？爬行动物，铁甲细行兽、鳄鱼之类的。体型多大？步幅3米，按这个步幅推算，体长至少8米。8米，比三道沟那头驼鹿还大1倍多。不止，那头驼鹿6米8，这个8米起步。而且驼鹿是吃草的，这东西，这是爪痕，5道，每条宽1掌，深2寸。这东西是吃肉的。老赵，这东西不在咱们的比赛范围内，太大了，咱仨的装备不够。不够也干，来了还能跑？跑出去跟人说，俺看见一头8米的东西，但没敢打。追！这谷底是他的窝，他回去了。这么深，俺看不见底儿。他可能蛰伏了，这东西可能是冷血的，温度低就犯困。那咱是追还是不追？不深，3、4秒，大概30来米。他在底下蛰伏了，那咱怎么办？不进去，这东西在谷底有地形优势，进去就是送死。把它引出来。那咋办？再放肉？肉不够，得放大的。老孙，你那套索还有多少？2根，够了。我往谷口放一枪，把他激怒。他出来的时候，老孙你在两侧布套索，锁住他前腿。唐日天从正面拿锤子砸他脑袋，逼他低头。我从侧面打他脖子根，那里鳞甲有缝。跟三道沟打那头驼鹿一个套路，一个套路，但这回比那回大3倍，而且这东西是吃肉的，比驼鹿凶得多。成功了！三道沟3发穿甲弹打穿了驼鹿的脖子，这东西的鳞甲比驼鹿厚1倍不止，3发不一定够。那需要几发？至少5发，但我只有7发穿甲弹，打偏1发都不行。那俺这锤子得砸准了，你砸不中，他就低头甩爪，咱仨都得交代在这儿。锁住了，老赵，打分儿！看到了，
比俺想的大。别废话，按计划来。现在！趁现在！皮太厚了，锤子都砸不进去。老赵，快打！他盯上俺了！还是不够，这家太厚了。老赵，第四发，打脖子！还差一点儿！妈的，还是抗揍！老孙，还能拉住吗？最后一根了，快！别动，别动！打！快打！拉不住了！中了！没死透！老赵，第四发，打脖子！还差一点儿！5发，打同一个孔，比三道沟那回多了2发。这东西的甲比驼鹿厚1倍都不止，5发才透。战斗结束，本次情绪值收割总计加4200，系统等级提升，解锁功能易受净化。宿主可对猎场内现有变异生物进行定向强化，提升体型、防御力或攻击性，每次强化消耗对应积分。4200，比三道沟那次还多。新增可强化目标铁爪兔囊成3已投放，远古兽种持续解锁中。定向强化，这功能好，来的人越多，装备硬，我就把山里的货强化的越猛，让他们永远打不穿，永远打不够，永远想再来一次。猎场情绪值即将突破区域级上限，届时将解锁领地扩张功能，建议宿主持续扩大猎场影响力。领地扩张，这雪球越滚越大了。小兄弟，俺这头狍子多少斤？260斤，目前排第3。第3？那前2位是谁？赵北川他们仨打的那头铁甲西行兽，第1。东线一族打了一头800斤的野猪，第2。才第3？不行，俺再进去找一票大的。又来人了。那不是黑河的老陈头？消息传到黑头去了，这才1周，整个大兴安岭的猎人都知道了。你就是那个王毅，听说你这山里的货比三道沟的还大？不是听说，是真的。月费50斤，名额还有，要进就交钱。俺从黑河跑了300里地过来，要是里头的货没你说的那么大，俺可饶不了你。断枪不赔，伤人自负。进去了觉得不够大，随时走，月费不退。爽快！俺带了6个兄弟，人交。老陈头，你咋也来了？废话，你周建国在朋友圈天天发那些大货的照片，俺在黑哥哥看着手痒的不行，连夜就拉人来了。老陈头，里头的货可比三道沟猛多了，你可悠着点儿。俺那把枪就是碎在里头的。放心，俺带的不是土铳，这是正经的俄制双管，打熊都够用。黑河的猎人都来了，再过几天，怕是整个东北的猎人都要往这儿跑。陈哥，这爪子有谱，是水里的东西。水里的？这大冷天的，什么玩意儿还泡在水里？这是水獭，管它是什么，打了再说。陈哥，他冲过来了！今日情绪值收割总计加3800，猎场知名度突破林区级，达到区域级下阶。
新增变异生物投放完毕，血源兔桑乘6，铁爪六郎乘13。兔狲占岩壁，猞猁占针叶林，水獭占溪流，加上空中的血隼，地面的狼群和野猪，深谷里的铁甲吸行兽，这座山的每一个角落都有货了。检测到宿主猎场情绪值持续攀升，若保章且增速，预计7日内可突破区域级上限，解锁领地扩张功能。7天，来的猎人越多越快，越快越能升级，得再添把火。明天让周建国带几个人去镇上，把这些消息放出去。二哥，没人来，连张铁柱都不来了。他还能来？这山空的跟鬼屋似的，谁来？那咱咋办？王毅到底去哪儿了？他走了也有半个月了吧？不知道，听说镇上有人碰见过他，说是往红旗沟方向走了，后来就没消息了。红旗沟那片林子不是荒了10几年了吗？是，以前是红旗林场的地盘，太偏了，没人管。王毅那小子不会又找了个新地方搞猎场吧？他要是真在红旗沟搞起来了，俺在这守着空山有什么意义？你听说了没？红旗沟那边出了个大猎场，比三道沟大10倍，里头的货比以前大2倍，还只有比赛呢，打大货免月费。真的假的？那俺们赶紧去啊，别晚了名额没了。哎，你说的红旗沟在哪儿？往南走300里，到了红旗林场问就知道。他果然在红旗沟搞了个新的，比三道沟还大10倍，货还大2倍。走，去哪儿？红旗沟。二哥，你看这阵仗，比三道沟那时候还猛。他果然在这儿搞起来了。月费50斤，50个人，1个月就是2500斤粮票，这比三道沟赚的还多。闭嘴！举报，上次举报封了他的场，结果猎人偷偷去，场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最后还让他搬了个更大的地方，再举报也没用。二哥，那咱咋办？不举报，举报封不掉他，反而让他跑得更远。这次得换个法子。什么法子？他包了这片地，对吧？那我也能包。林场的地谁签合同归谁，我去找红旗林场把这片的承包权拿过来，山归我了，他王毅就得滚。我要承包红旗沟那片密山区。红旗沟那片不是已经包出去了吗？前阵子有个人来签了半年合同，我知道，但我出的价钱可以比他高。他付了多少？人家付了半年的承包费，合同是正常程序签的，没违规，没法取消。我出双倍。不是钱的问题，合同在先，人家没违约，我们没法单方面撕毁。那我要是说他违规经营呢？他搞猎场收粮票，没经过你们场部批准。这个我得了解一下。等一下，这位同志，你说的那片区域，上个月省森林研究会发了个文件过来，说红旗沟密林已纳入省级科考项目考察范围，未经省研究会同意，不得擅自变更土地用途和管理权。什么？省里的科考项目？对，省里一个姓赵的教授牵头的项目，覆盖了红旗沟及周边15公里范围。你要承包的那片地正好在科考范围内，在科考结束之前，我们厂部无权变更那片土地的任何管理权。你这片新猎场比三道沟大太多了，我1周采集的科考数据比三道沟3个月来遇的还多。那说明这山里的东西比三道沟多？不是多，是种类完全不同。三道沟主要是变异哺乳动物狼、虎、熊、猪，但这里多了爬行类、鸟类、水生类，那个巨型水獭，那个深谷里的铁甲吸行兽。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些数据？赵教授已经把红旗沟纳入了国家级科考项目的申报范围，如果批下来，这片区域会受省级保护，任何行政力量都动不了。周芷晴的科考项目覆盖了红旗沟，李二就算想走行政路线抢地皮也抢不动，这买卖不亏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会这样？知道什么？你选这片地方的时候，是不是算准了省里会覆盖科考范围？我就是个守山的，哪算得了那么远？不过你替我挡刀这件事，我记着。我不是替你挡刀，我是替我的科考项目挡刀，你别搞混了。行，那你也别坏了我的规矩。二哥，省里的科考项目在那儿，咱抢不动了，咋办？抢不动地皮，那就换个法子。什么法子？他不就是靠山里的活物收粮票吗？如果山里的活物出了问题，比如半夜有人进去搅一搅，把野兽都惊跑了，猎人进去了打不着东西，还会交月费吗？二哥，你是说……我没说，但山是活的，野兽自己跑了，谁也赖不到谁头上。回去准备，等天黑了再来。
今日情绪值收割总计加4001，区域级上限预计3日内突破。警告：检测到未登记人员接近猎场外围，数量2，身份未知。半夜往猎场摸，不是来打猎的。来者不善。老周，赵大哥，怎么了？有人半夜往猎场摸，2个从东北方向树林里过来的，不走正路。不走正路，那是来干坏事的。谁敢来搅局？不管是谁来了，就别让他走。赵大哥，你带几个人在入口外东边林子里埋伏。老周，你带铁柱在西边守着，他们摸进来之后堵住退路。行，铁柱拿上家伙，跟俺走。李二，半夜往猎场摸，不走正路，专挑监控死角。你这是要干什么？搅局、放火、投毒？不管你要干什么，这回你跑不了了。二哥，这雪太深了，走不动。少废话，跟上，再走200米就到密林边缘了。桶里装的啥？铁砂粉和硫磺粉，撒在密林入口附近的雪地上。野兽闻到硫磺味儿，就会受惊往深处跑。猎人来了找不着东西，自然就不来了。这能管用吗？管不管用试了才知道。反正撒完就走，谁也抓不着。就这儿，先把东西撒了。别动！好啊，半夜偷偷摸摸进来，拎着硫磺粉，你是来搅局的？我来散步不行吗？散步？半夜3更跑300里地来散步，拎着硫磺粉散步？二哥，你这是要干啥？把野兽惊跑？你知不知道俺们交了多少月费？你这一撒，几百斤粮票全打水漂了。该走了。走，去找王毅说清楚。小兄弟，半夜摸进来的就这俩人，带着硫磺粉和铁砂，想惊跑山里的野兽。李二，举报封我的场没封住，抢我的山抢到一座空山，现在又半夜来搅局，你就这点本事？你抢了我的编制，把我发配到荒山，我熬过来了，还把山做大了。你不服气，举报抢山搅局，折腾了这么多回，哪一回赢过？你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凭这座山里的东西认我不认你？你守着3道沟那座空山，一座死山，你心里没数吗？回去吧，好好当你的林场职工，别再来了。走，别再让俺看见你。李二，折腾了这么多回，该消停了。小兄弟，就这么放他走了？下次他还来咋办？他不会来了。他折腾了3回举报抢山搅局，哪回都没用。他已经知道自己赢不了了。一个知道自己赢不了的人，不会再来了。那万一他狗急跳墙呢？他敢再来，我打断他的腿。不急，他走了，该办正事了。什么正事？争霸赛还没分出胜负呢。今天白天你们打的抛头潮族才排第3，前2名你们不想争争？对，俺还得再进去干一票大的。当前情绪值积分余额8200，距离区域级上限还差1800，预计2日内突破。快！提醒：猎场核心区深谷中的远古兽种深渊蜥王已被猎杀，是否投放新的远古兽种填补核心区空缺？投放，但要比上一个更猛。确认：新增远古兽种远古巨灭兽成一，体长10米，肩高4米，具备极强攻击性与领地意识，已投放于核心区深谷。巨灭兽比铁甲蜥形兽还猛。该生物为远古顶级掠食者，危险等级极高。当前宿主控制权限有限，仅可发送模糊引导，无法精确控制。够猛就行，越猛猎人越怕，越怕越想来，越来情绪值越高。听说昨晚有人半夜来搅局，被堵了个正着。可不咋的，拎着硫磺粉来的，被俺们逮个正着。谁这么大胆子？一个不服气的。争霸赛还剩2天。目前排行榜第1是赵北川他们仨打的那头8米铁甲蜥形兽，第2是东线那头800斤的野猪，后面的抓紧了，前10名免月费，10名以外月费照交。俺从黑河跑了300里来，不是来当观众的，今天俺非搞个大的上去，俺也不甘心当陪跑的。陈哥，这爪痕、五指、带钩，比人脸还大。猞猁的爪子，猞猁能有这么大？普通的没有，但这个山里的
不好说。这也太大了！别动，等他跳下来。来啦！这脚印不大，但蹦得够远的。图森，猫科，体型不大，但蹦得远，平常也就跟家猫差不多。跟家猫差不多，那有啥好打的？你看看这爪印的间距，再看看这深度，一步蹦3米，落地能把动图踩出这么深的坑，这还是家猫？跟家猫差了10万8千的里。这玩意儿看着挺憨呐！我操！憨你妈！这玩意儿哪儿憨了？这东西太快了，根本瞄不准。他一直在树上跳，在地上根本打不着。他耗着咱们，等咱们弹药耗光了再下来收拾。那咋办？把弹药集中给一个人，等他跳下来的时候近距离打。你来打，我来引。陈哥，你拿刀，刀比枪快。他跳下来的时候距离不到3米，枪来不及上膛，刀来得及。今日情绪值持续涌入，加300，加300，加500，加700。恭喜宿主，情绪值积分突破区域级上限，当前猎场等级提升。宿主可将猎场辐射范围扩展至当前覆盖范围之外，并将辐射区域内自发变异灯位纳入感知范围。终于到了，领地扩张功能已解锁，当前可扩张范围以红旗沟猎场为中心，半径15公里。扩张后，辐射区域内的自发变异个体将出现在宿主感知面板上，宿主可进行模糊引导，但无法精确控制。自发变异，意思是这座山的存在已经让周边的动物开始变异了。如果不管，它们迟早会跑到有人住的地方。扩张，领地扩张确认，辐射范围扩大中，完成。好了，现在整座山连同周边15公里都在我的视线里了。你脸色不错，有什么好事？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这山越来越热闹了。赵教授的国家级科考项目批下来了。批了？3年期，覆盖红旗沟及周边15公里范围，省级保护，行政力量动不了这片地了。那就好，这山稳了。你每次笑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在算什么东西。我没算什么，我就是觉得这山越做越大，来的人越来越多，省里也护着，厂部也管不着了，挺好的。你是真不能说实话。打不穿，这家3道沟的厚了1倍。用炸药，俺带了土炸药。这爪印儿跟上次那个铁甲蜥形兽的不一样。多大？5指，有爪，但更大。不服3米半，比那个铁甲蜥形兽还大一圈，那就干他！这比那头铁甲力形兽还大，不服3米半，肩高至少4米。这东西是远古顶级掠食者。他看见我们了。老赵，这东西比铁甲蜥形兽凶得多。上次打铁甲蜥形兽用了5发穿铁弹，这东西至少7发，但我只有7发，1发都不能偏。那俺这锤子得砸准了，砸不中，咱仨都得死在这儿。检测到全区域大规模情绪波动，情绪值持续涌入，北区加800，南区加1200，东出加1500。5万，得把整个大兴安林的猎人都吸引来才行。来的人越多，山里的货越猛；来的猎人越多，做大做强，再创辉煌。这回不是口号了，是唯一的出路。